眾所周知，全世界沒有中國電車的國家只有2個，一個是美國，一個是加拿大。而最近加拿大已經宣布要從中國進口4.9萬輛電動汽車，並且數量會逐年增多。這下加拿大人徹底嗨了，個個都急不可耐地開始網上選車了，甚至有人放話要囤4輛中國電車送禮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星球熱點，國家大事從不缺席，輿論場中抽絲剝繭，聚焦獨家中國資訊，點讚訂閱加小鈴鐺，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。最近北美車圈最熱鬧的事莫過於加拿大對中國電車的鬆口。在此之前，全世界只有美國和加拿大2個國家見不到中國電車的身影，說起來也算是難兄難弟。只不過現在加拿大率先破防，徹底跳出了美國的包圍圈。加拿大官宣2026年將進口4.9萬輛中國電動汽車，只要不超過這個配額，關稅就從之前離譜的100%直接降到6.1%。更讓人意外的是，這個配額還會逐年增加，預計5年內就能漲到7萬台。此消息一經公布，加拿大人徹底嗨了，全網都在瘋狂打聽中國電車的消息，個個摩拳擦掌準備搶車。說起來也難怪加拿大人這麼激動，實在是中國電車的性價比太能打了。目前加拿大市場在售的電車平均價格高達5.7萬美元，換算成人民幣差不多40萬。普通人想買一輛得咬咬牙攢好幾年錢。而按照加拿大的規定，能享受低關稅的中國電車售價要低於3.5萬加元，約合人民幣18萬。就算加上6.1%的關稅，最終售價也比本地電車便宜1半還多，性價比直接拉滿。更讓加拿大人心動的是，開中國電車能省一大筆開銷。要知道，加拿大地廣人稀，普通人上班出行動輒就是幾十公里、上百公里，每天跑下來油費可不是個小數目。目前加拿大的油價大概5元人民幣每升，而電價就便宜多了。比如魁北克省1度電才0.5元人民幣左右。就算油價不算特別貴，但長期開下來，電車比油車省的錢攒起來都能再買一輛代步車了。這筆賬加拿大人算得比誰都清楚。也正因如此，不少加拿大人已經開始提前選車了。網上關於中國電車的討論熱度也是居高不下。而且和大家印象中只買便宜貨不同，加拿大網友的期待清單並不單一，其中被提及最多的就是比亞迪，幾乎承包了一半的討論量。比亞迪的海鷗和海豹在加拿大網友的討論裡出現頻率極高。有人留言說，最近一直在關注海鷗，這是一款很棒的小車，2026款海豚也很不錯，日常代步完全夠用。還有人直言，我真的很希望比亞迪的海豹能上市，顏值和配置都長在我的審美上。而討論熱度最高的還要數比亞迪在海外市場專攻的鯊魚皮卡。有加拿大網友解釋說，他所在的省份冬天漫長，城鎮分散，皮卡並不是小眾需求，而鯊魚的插混結構在理論上解決了續航和補能焦慮，剛好適配當地的出行需求。甚至有澳大利亞網友現身說法，表示我住在澳大利亞鄉村，鯊魚到處都是，進口才12個月就泛濫成災了，價格便宜，配置齊全，還特別耐用，尺寸幾乎和福特 F150 一樣大。這話可不是誇張，有數據顯示，比亞迪鯊魚在澳洲上市1年後就憑借18073輛的年銷量，在澳大利亞4x4雙排座皮卡市場中搶佔了8.5%的份額，排到了該細分市場的第4名。截至目前，這款皮卡除了澳大利亞，還登陸了巴西、巴拿馬、墨西哥等多個海外市場，口碑一直不錯。不過加拿大消費者也有擔憂，不少人表示目前還不清楚插電式混合动力車是否被納入新協議，而鯊魚作為插混車型能不能順利進入加拿大還是個未知數。還有網友建議，希望比亞迪和加拿大政策制定者能重視消費者的需求，甚至可以先行接受鯊魚的預定，這樣才能更準確地評估市場需求。除了比亞迪，奇瑞、蔚來、小鹏等中國車企也被加拿大人頻繁提及。有人在社交平台上打聽車型參數，有人糾結該選續航長的還是配置高的，還有人直接預測這4.9萬輛中國電車一旦到港，不出15天肯定會被搶購一空，下手慢了根本搶不到，畢竟花1半的錢就能買到配置不差、續航夠用的電車，換誰都會心動。
不過有歡喜就有眼紅，加拿大人忙着選車的熱鬧場景可把隔壁的美國人給饞壞了，羨慕嫉妒恨直接寫在了臉上。其實美國老百姓早就對中國電車垂涎三尺，畢竟美國本土電車價格也不低，而且性價比遠不如中國電車，大家都迫切希望能入手一辆质優價廉的中國新能源車，省點油錢和買車錢。但美國官方的反應就顯得格外小家子氣，甚至透着一股極度的焦慮。他們公開警告加拿大說，現在进口中国電車的決定遲早會讓加拿大後悔。更離譜的是，美國鷹派議員直接表示，就算只剩一口氣，也絕不會讓中國電車進入美國市場。明眼人都能看出來，美國官方之所以這麼激動，說白了就是害怕。他們怕中国電車借着加拿大這個跳板，悄悄撬開美國市場，怕中國電車的高性價比衝擊到美國本土的汽車產業。這種心態說白了就是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。提到比亞迪，不少人腦海中的第一個念頭是跑出租的，沒牌面，所以很多人都想不通，加拿大要進口中國汽車後，比亞迪居然是呼聲最高的。但你可能不知道，2025年比亞迪純電汽車全球銷量正式超越特斯拉，一舉登頂全球銷冠。要知道，這一年比亞迪全年交付225萬6714輛純電汽車，比特斯拉多了近62萬輛，高出近40%。誰能想到，幾年前還被不少人抹黑、吐槽廉價、靠補貼的比亞迪，如今能正面擊敗特斯拉，改寫全球新能源汽車的格局。說起來，比亞迪的崛起從來不是一帆風順，有過順風順水的機遇期，也有過被車友吐槽、口碑下滑的低谷，最終能站上世界之巔，靠的絕不是運氣。比亞迪早期的崛起剛好踩中了3個關鍵機遇。首先是政策東風的加持，自2010年起，國家就把新能源汽車列為戰略新興產業，各種產業補貼、稅收優惠政策接踵而至，為比亞迪的起步和發展鋪好了堅實的基礎。要是沒有這波政策扶持，比亞迪想快速布局電車領域，恐怕要多走不少彎路。其次是自身的技術硬實力，這也是最核心的內因。比亞迪本來就是做電池起家的，比其他車企更早看到電車的前景，早早布局電車產品，一步步在電池、電機、電控等關鍵領域搞創新，掌握了大量自主知識產權，尤其是自研的刀片電池，既保證了安全性，又有明顯的成本優勢，這也是後來比亞迪能打價格戰、走性價比路線的底氣。最後一點離不開民族情懷的助力，早期特斯拉存在數據洩露的隱患，國家出台了相關限制措施，加上大家的愛國情懷，不少人寧願選國貨也不買特斯拉。可順境沒過多久，比亞迪就遭遇了不小的挑戰，車友對它的觀感也一度下滑，主要集中在2個方面，說起來也都是實打實的槽點。最受爭議的就是2024年初掀起的價格戰，比亞迪推出798的秦 Plus， 隨後旗下車型紛紛降價，直接帶動其他車企跟風降價，整個行業陷入內卷。降價看似是利好消費者的好事兒，實則隱患不少。不少人反映降價後車型的質量有所下降，各種小問題頻發。最先降價的比亞迪自然成了众矢之的，飽受詬病。更麻煩的是，低價車型的推出讓比亞迪徹底和廉價車的標籤綁定，不少追求高端質感的消費者直接把它排除在了選擇之外。緊接着就是騙補的質疑。2025年，工信部等部門發布文件顯示，包括比亞迪在內的車企出現了核減政府補助的情況。消息一出，網上瞬間炸開了鍋，不少人不分青紅皂白就指責比亞迪騙補。雖然後來車企和官方都出面解釋，說核減補助是正常流程，和騙補毫無關係，但負面印象一旦形成，想徹底消除確實需要時間。不過，即便深陷各種爭議和質疑，比亞迪還是在2025年實現了逆襲，成功反超特斯拉，登頂全球銷冠。能做到這一點，核心離不開3個關鍵因素。第一個就是全價位布局，和特斯拉一心走高端路線不同，比亞迪走的是全面開花的路子，車型覆蓋6萬到100萬以上，不管是普通工薪階層，還是追求高端品質的消費者，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車型。第二個是低成本優勢，這也是比亞迪最核心的競爭力。比亞迪實現了全產業鏈自主研發，早期在電池、電機、電控等領域的投入，慢慢建成了自己的技術護城河，不用依賴外部供應商，既能保證產品質量，又能有效控制成本。
第三個就是全球化布局，得益於國內成熟的制造體系，比亞迪的產品出口到國外幾乎是降維打擊。對很多國外市場來說，自己造電車還不如直接進口比亞迪整車便宜，性價比直接拉滿。從被抹黑、被質疑到如今征服全球市場，成為全球銷冠，比亞迪憑的不是運氣，而是實打實的技術實力，貼合市場的布局。如今，越來越多的國家和消費者開始認可比亞迪，選擇比亞迪，這也說明了好的產品從來不會被埋沒。好了，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，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，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。關注我的頻道，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，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。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